自从阵风战机抵达印度以来，印度各类牛鬼蛇神开始冒头，鼓吹其性能优越。转眼就有人发现先期的5架战机03号机严重脱漆，疑似二手。就在不少围观的吃瓜群众以为法国人只是简单的偷工减料之时，印度人却发现法国人干的好事远远没有结束。据印度防务新闻在当地时间9月24日的消息显示，印度审计长在一份公开报告中指出，法国达索公司和欧洲导弹制造商 MBDA 并没有履行这件签订的合同上规定的内容。据悉，印度当时与达索和 MBDA 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该合同明确指出，采购36架阵风战机耗费了78亿美元。2家欧洲公司必须通过向印度国防研究机构提供先进技术，以抵消采购合同中的30%金额。换而言之，达索和 MBDA 公司要么用将近24亿美元在印度进行投资，用以建立研发设施，要么就是向印度企业转让相当的技术，或者是阵风战机上的零部件由印度企业提供。据报道透露，当时印度军方的想法是达索公司能够为印度研发卡佛里发动机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此举也是为了印度军工企业能够更好地推动自研的 LCA 光辉战机项目。然而遗憾的是，印度人显然低估了法国人在一锤子买卖上的决心。而更讽刺的是，在当时签订合同时，印度并没有在合同上留下什么后手，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法国铁了心的拒绝履行这种补偿条款，印度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对法国进行制裁。这也只能说，印度人在商业上当惯了老赖，被人坑也是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有统计显示，在2005年到2018年3月的时间里，印度与外国供应商前后签订了48份补充合同，总价值高达6642亿卢比，折合人民币约615亿。然而到最后，印度人只拿到了合同承诺金额的一小部分，1139亿卢比，剩下接近5500亿卢比的补偿款，按照合同最后期限是2024年前交付印度。但是这一情况在不少外界看来，印度到时显然会无比失望。实际上，全球各大军火贩子在对待印度军购的问题上，普遍存在一些共识，只是装备上偷工减料已经算是良心了。而法国不按合同来办事，明摆着就是拿印度当提款机了。与印度接近2亿美元一架的阵风相比，法国卖给希腊10架阵风，还额外附赠了8架，这可把印度人气得够呛。当然，印度现在面对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长期以来印度军方养成的造不如买的习惯。拿着万国牌的武器，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还是甘愿充当西方国家在亚洲的马前卒。